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青，我现在在日本北海道的函馆。那说起函馆这个城市，最有名的就是函馆鱿鱼。为啥呢？你看我身后啊，这就是优良的港湾，盛产海鲜。那函馆这个城市啊，它这个地理位置比较优越，它是在北海道整个岛的最南边，是西守函馆湾，东临金青海峡。这儿呢也是最早向西方开放的港口之一。今天咱来到函馆啊，看一看美景，尝一尝美食。从海边沿着这条路上来啊，一回头，哇，这个景色太漂亮了。那这条路呢，叫做八幡坂。这个路让我想到小樽的这个船舰坂，都是登高望远的一个好地方啊。哇，太美了，在这拍照巨好看。这条路呢，叫做大三坂。在这条路的周围有很多西洋式的建筑，因为函馆这个城市啊，向西方开放的比较早。你比如说我身后这个教堂。哇，真的非常古典，特别的漂亮。看我的身后，面馆朝市，来到这儿千万不敢一回头就瞎念啊！人家这叫函馆朝市，这个朝市呢就是一个早市，它是一个海鲜市场。那来到北海道一定要吃海鲜，为啥一定要吃海鲜呢？就是因为啊，北海道是世界知名的4大渔场之一。哪4大渔场呢？考一考大家了。哎，一个是日本的北海道渔场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的北海渔场，还有秘鲁渔场和纽芬兰渔场。为啥这儿盛产海鲜呢？和它这个海洋环境有关系。那这里啊是日本的暖流和千岛的寒流交汇的这么一个地方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热水往上升，冷水往下降，这样一搅动呢，这里头这些营养元素啊、浮游生物全都搅开了。这时候这些鱼虾就有很多食物在这吃。所以说这儿的海鲜呢非常的肥美。说了半天，这都是高考必考内容，这知识点啊记住了啊，小朋友。明るい朝市を目指し、函館朝市。其实来到这个市场，我最想吃的啊，就是北海道的顶级食材啊，北海道3大蟹之一的帝王蟹啊，还有2大蟹啊，一个就是松叶蟹，还有呢是红毛蟹。咱就吃这家，这家是专门卖螃蟹的，就叫蟹商，来尝尝。哇，这个这么大！看这个有多重啊！2.，这在一直变，它一动就变。这个有点太大了，2点几公斤，这2人也吃不完。来个稍微小一点的哦 ，small。这个就稍微小，这个大。活蹦乱跳的，看这个有多少？啊，
大爷还要把这水控一控啊。这个是哎呦1.48公斤，1.5公斤。这个算下来啊，这个算下来是23000。OK， 啊，这比这大点儿。1.545。推得往后。哦，25000。你看对比一下，这个大啊，这个稍微小一点，这个最小，咱就来这个。哎呦，这刺儿啊！不懂。This one。哦，好，这大爷教你咋拿啊？嗨。哦，这么拿。哇，这个刺儿啊，放在手上扎手，我跟你说。别夹我这。别过来。哎呦 ，half ball half barbecue。哎，OK。OK。看看大爷是咋做的啊？哇，这叫新鲜，真是新鲜。哦呦。哦。My barbecue。哦，是在这儿烤的。这大爷啊还挺细致啊，在这设置了一个钟，是蒸煮8分钟，8分钟以后一响就出锅了，在这煮着呢。哎呀，这个汤太鲜了，有个勺子，喝点汤，全是螃蟹汤。哇，这下面肯定美。美食倒计时啊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好了。Hello， 他也听不见，大爷忙着呢，一会儿煮老了没人急的，我就想自己捞，叫他去。Hello。大爷忙着挣钱呢。これ、お客さんにやって、これ持ってってくれる？烤的好了。ストーブの方のお客さん。捞不着了，没了，煮化了。哦，有呢，吓我一跳。哇，就以为煮化了。你这家店一进来，你看有很多相扑元素，那墙上挂着很多老板和这个相扑运动员的这种合影，看来这个老板是特别喜欢这个相扑。吃蟹小工具，掏着吃，挖着吃，就这么看起来，这2盘子我感觉啊，这个煮的应该更好吃。这个看着有点干，这个壳看着挺大，但是实际上你看里头就没啥肉了。吃帝王蟹还是吃腿？你看里头这个肉，哇，鲜嫩多汁啊！趁手的小工具给它用上，里头就是一个大蟹柳，哇，直接上手。新鲜不新鲜？再看里头白白的肉，一丝一丝的，啥都不用蘸啊，就这么吃。哇，咸味儿、香味儿，还有汁水，还有这个口感，哇，真好吃。你看这个肉啊，跟外边壳一样，也有很多这个刺儿。关键是啊，你看这个肉多肥，这个还不算个儿大的。刚才那个大爷拿的第一个那个更粗，感觉肉比这个粗1/3，那肯定吃得过瘾。虽然那个好吃啊，但是吃不起。哇，那这个帝王蟹为啥贵呢？
啊，一个就是好吃，当然啊，好吃不是最关键的。你看，你比如说这油泼面也好吃，它就很便宜。那帝王蟹为啥贵啊？有2个原因，一个就是它啊，你只能是海捕，你不能人工养殖，它是在冷海里头，而且在深海里头，这个水深啊要达到500米以下。还有这个帝王蟹吃的东西啊，就它的这个食物也很讲究，你把各种参数都模拟好之后啊，哎，你发现啊，你养殖的成本比去海捕那还要贵，所以说只能海捕。这是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捕蟹是非常非常辛苦啊，非常繁重的这个体力活。比如说，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，就是捕帝王蟹是如何捕的。哎呀，我看那些工人真的非常非常辛苦，因为他在这种深海里头，而且是特别冷的地方，基本上零下30-40度，你站在甲板上昼夜工作，尤其是到了后半夜晚上的时候，风浪又大，我看那船员啊，这冻得这胡子全都是冰。你别说你在这干活了，你就往那一站，你都受不了。然后晚上一个风浪一来，还容易把人打到海里头去。所以说还要在腰上系个绳子，然后把那个筐子拉起来，然后卸帝王蟹，然后穿的这个胶套的手套，冻得这样还要干活，太辛苦了。咱再尝尝这个是蟹肚子上的肉，这个得拿这个给它撬出来。好吃好吃。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作家叫小林多喜二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蟹公船》。这个人啊，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这个奠基人。他有个好朋友啊，大家都熟悉，就是鲁迅啊，周树人。这个人写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在旧社会的时候，日本旧社会啊，这些蟹工非常的辛苦，在船上工作，然后和这资本家中间产生的这种斗争这么一个事情。这本书也被拍成了电影。哎，你可以找来看一看。那现在这本书就当下在日本人的年轻人当中也是深入人心。再尝这个烤的，哇，你看这都烤的焦糊了，这个就明显干一点，哇，这个干的就比较难撬。也好吃，它有点那种烧烤的味道，但是不如这个煮的还是嫩。其实它这个帝王蟹有很多做法，你还可以吃这个螃蟹涮锅，但他家没有，他家我看就这2种做法。饱满的大蟹钳，哇，这个更肥啊！哎呀，这好家伙，这一口得50。看，来到这个市场有一个项目可以体验，是钓鱿鱼。你钓上来以后，然后商家给你处理，可以直接吃，而且是刺身啊，咱就体验一下。很遗憾，看这儿啊，本来可以体验钓鱿鱼，结果没开门。那不光他家没开门，我在这市场转了一下，我发现卖鱿鱼的也没有，是不是这个季节它没有鱿鱼？哎呀，来到韩馆没吃上鱿鱼，没有钓上鱿鱼啊，真的很遗憾。因为啊，这韩馆鱿鱼特别有名。你看，比如说很多动漫的角色，像什么 Hello Kitty 啊、蜡笔小新啊，还有哆啦 A 梦，来到这儿，它都有这种鱿鱼的装扮，那非常的可爱。来这儿吃不上鲜鱿鱼啊，可以吃鱿鱼干。你看，这全是鱿鱼制品，鱿鱼干、鱿鱼丝儿，还有烤鱿鱼，各种鱿鱼的肉，1080。拿这个最大。What is this? OK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这有一家市场咖啡店挺有名的，坐这儿来杯咖啡。你看这个鱿鱼干的质感，油亮油亮的，一丝一丝的，好吃，咬起来啊非常有质感。咖啡配鱿鱼，
这绝对属于本地人的咖啡小店儿，十字屋咖啡店。哎，创业昭和7年，那很多人啊就逛累了，坐在这儿喝杯咖啡，和这老板聊聊天儿。这个市场有很多卖昆布的，昆布也是北海道的特产。其实啊，它就是海带的一种，基本上海带是一样。这个昆布啊，就是从阿伊努语演变而来的啊，说白了就是海带。然后日本人吃的味精啊，也是从这里头提取出来的。你像做菜啊、做汤啊，就特别爱放这个昆布。哦，这个大叔啊，给了一个试吃的，这是米饭，然后里头呢是咸菜，这个咸菜是木耳，尝一尝。酱油味甜甜的，3票。哇，太贴心了，还给个汤。これチャイニーズ人気ナンバーワン。海苔。これチャイニーズ人気ナンバーワン。哦，看，这还是海菜，搁了些海菜。哦，这大叔啊，使劲往里头加料，吃的走不了了。好一吸。还挺的。还有。これも大好き。这全都是这些海带呀、海菜呀这些东西。大叔疯狂投喂，这不买点都不好意思。咱买点这个昆布，这个昆布啊，1458，非常的干，这干货，这是北海道的特产，日高产的。来到北海道还有一个特产，就不是海鲜了，是哈密瓜，是北海道的西张哈密瓜，这个700，这个600。这个个儿更大一点。你看，哈密瓜里头真跟抹了蜜似的。这个哈密瓜呢，看起来真的很漂亮啊。这个味儿啊，它就是哈密瓜味儿啊。30多人民币一块的哈密瓜，好家伙，这是我吃过最贵的，尝尝啥味儿。哇！啊，回家我得好好吃哈密瓜，好吃，还是挺好吃的。它没有过分的甜，是那种清甜味儿，水分非常大。我跟你说为啥贵啊？因为这个西张哈密瓜啊，就是北海道的哈密瓜，被称为啊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水果之一。日本人啊，太会包装了。比如说什么寿司仙人、米饭仙人，我来点高低啊，也是个油泼仙人啊，专做油泼面。お降りの際は一つ下の階からエレベーターを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ごゆっくりどうぞ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いらっしゃいま你们2个来一个，然后你也随来一个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函馆的五棱郭公园，你看啊，它是一个五芒星、五角星的形状。那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非常的高，它是五棱郭公园的一个展望塔。这个公园啊，现在是公园，以前人家是一个堡垒啊，建于江户时代的末期，有100多年的历史啊，是参考这个欧洲的这种地堡建造的。为啥说是参考欧洲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日本人发现啊，这欧洲的这种地堡
就是易守难攻，因为啊它有很多斜角，就这个大炮攻击的时候啊有一定的角度，就不容易把这个城堡击毁。而且呢，里头啊不管是打枪还是射箭啊都非常的容易。整个五棱郭中间有一个建筑，这个也是历史古建，这是以前的乡管奉行所，就是行政中心就在这儿。五棱郭这里啊，每年还要举办五棱郭祭，你看多少游客在这儿，我发现看风景特别的棒，它是360度。大家看我身后有一个塑像，这个塑像是谁呢？如果你比较喜欢日本武士类的这种格斗游戏，或者啊你对日本武士类的这种题材啊、影视剧啊、包括这个漫画比较感兴趣啊，你肯定了解他。这个人呢叫做土方岁三。那这个人是谁啊？大家都知道，在日本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幕府时期，那他呢就是旧幕府时代这个新选组的副组长。这个新选组是干嘛的嘞？这个新选组不得了。也被称作最后的武士或者最后的浪人啊，他啊是抵抗这个就是新势力，就抵抗明治维新这个新势力的。明治维新都知道啊，成功了对吧？两方大战呢，然后旧的这个幕府时代就结束了啊，政府就倒台了，然后他呢就流亡了，就成了一个流亡的武士。然后他率领着一帮弟兄流亡到哪儿呢？流亡在仙台，在仙台啊，他遇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叫甲本武阳。这个人啊，他是旧幕府时代的这个海军将领，两股这个残存的势力啊，然后汇合在一起，坐着船渡过了海峡，就来到了北海道这里，然后就占领了五棱郭，就把这个五棱郭呢作为临时政府成立了这个虾夷共和国。结果这个虾夷共和国啊也比较短寿啊，这不到1年的时间，人家新势力攻打过来，然后他又惨败在了这里，就死在了这里。那为啥啊这会给他立个塑像呢？其实啊，按照这个历史的轨迹来讲，就是历史往前发展啊，他算是一个反面人物，就是因为这个人啊，你看不仅长得帅，然后武艺高强，最主要啥，就是他对旧幕府政府的这种忠心、这种武士道的精神，就很受这日本人推崇。大家想一下，你想，这个旧的政府就已经倒台了，然后他呢还在奋死拼死的顽强抵抗啊，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，可以说是一个英雄式的悲歌人物。关键是日本人很喜欢他身上的武士道精神。看这个雕塑啊，他明明是一个日本武士，但是他为啥没有穿这个武士装，穿的反而是一个洋服呢？哎，这就讲到这个人啊就非常善于学习。他当时啊就感觉到这个西方的坚船利炮就打仗有用，然后他呢就学习西方，与洋人合作，就比如说剪了头发，然后穿上了洋装。那虽然是外形变了，但是啊他还是一个武士啊。你看这个长长的武士刀还挂在腰间啊，这是人家的真实照片啊，这真是啊，颜值就是实力，实力就是颜值啊。这远看的李小龙，这近看啊木村拓哉，好家伙，啊，确实是个美男子啊。看来啊，颜值即正义。噔噔噔噔，名侦探柯南。去年有一个柯南剧场版的电影叫《100万美元的五棱星》啊，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啊。咱拿了一个柯南的，这个是饼干，在五棱郭吃一个柯南饼干啊，特别有纪念意义啊。哎呦，这乌鸦专门留到这儿才拆的，都买了几天了都。这包装啊，这么原始吗？打开以后啊，就这样子，有好多的角色。我是工藤新一，挺漂亮这个饼干，薄薄的，奶味脆饼干，不错不错啊，味道好极了。如果你来到韩馆啊，一定要吃的美食是啥呢？那只有一个，一定是韩馆盐味拉面。这个盐味拉面呢，也是北海道3大拉面之一啊。这家店啊，这个地理位置很棒，就在这个五棱郭的对面，
叫韩馆面厨房，也叫味彩盐味拉面。这店厉害啊，创业至今要80多年了。哦，对，到我了。Thank you。刚才是2，现在挪到了1，坐这等着。啊，这有盐拉面和盐叉烧拉面，咱肯定来这个啊，加叉烧的。啊，他家这个饺子啊也特别的棒，咱来这5个的。本来还想点这个炸鸡啊，那今天就不点了，为啥呢？因为啊，我前2天啊，在这个 JR 车站这个2楼啊，就他家这个分店，我吃过，炸鸡啊一般，饺子非常好吃，饺子个还大。进来还要在自动售货机上点盐拉面，点这个，再来个饺子5个的。好了，又是一堆零钱，2张小票。哇，汤非常的清，鸡蛋，然后笋，这2片叉烧，这个是一个鱼饼，这个是啥呢？这是油面筋，好不好吃啊？先尝口汤，里边有很多葱花。我跟你说，你看着是清汤寡水的这个颜色，但是一口汤下去啊，味道非常的厚，上面有一些油花，有鲜味儿，有香味儿，还有这种油香味儿。咸咸可口。我要的这个是叉烧的，这叉烧可真不少，底下就是面条，黄黄的碱面条，这个面条感觉也是非常的筋道，先给它拌一拌。哇，这日本这面啊，确实好吃。就咬起来啊，它这个芯儿是硬的，外面是软软的，很有筋道。蘸点汤。在日本的美食来讲，你别的美食和中国对比啊，咱不敢说是吧有多厉害。这个拉面啊，确实还不错，这么大一片。吃这个面啊，一定要加胡椒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不要加这个，因为我加了，这个也好吃，但是一般要加这个，这个可就厉害了。虾夷油胡椒，它这个壳啊很粗，然后是炸过以后的，里边还有蒜，非常的香。这应该多舀点，我觉得特别棒。再来一点吧。它这个颗粒啊都是很粗的这种，都已经炸酥了。哇，这加了胡椒以后，这一口汤下去，我突然想到中国的一个美食，就是海南的厚安粉儿。我跟你说，不能说是一模一样的啊，只能说是就是，只是一个是面，一个是粉儿，它这个汤啊可以达到100%相似，因为它也是拿猪骨还有鸡架熬的，这里边还有海鲜，还有昆布，哎呀，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没加胡椒还喝不出来，一加胡椒一下让我想到太香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千万不能让日本人知道，它这个汤其实和海南这个辣椒酱最配，尤其是琼酱王。那说到辣椒，人家这也吃2种辣椒，一个是这个油辣子，还有这个是辣椒酱。吃了琼酱王，这个不算啥。我跟你说，为啥这个像厚安粉？人家厚安粉啊，它是配着油条吃，人家这个呢配着这个煎饺吃，都是油的油炸的东西。他家这个煎饺一定要点。首先啊，个头大，我吃了几家，我发现他家这个头最大，然后里头汁儿非常多，
你看这个馅儿是嫩嫩的，皮儿很薄，底下是焦酥焦酥的。调个饺子醋，再来点酱油，蘸上辣椒醋，这个饺子更好吃了，红彤彤的。来到韩馆有一个汉堡是必吃的，据说是北海道最好吃的汉堡。这个汉堡啊也是当地的品牌啊，就在我身后，叫幸运小丑。这个店有意思啊，一进来跟游乐场似的，还能坐这个摇摇椅荡秋千。那他这个店啊，装修是美式，歌呢放的也是美国歌，但是啊，他家这个招牌是中华汉堡。哎，先是甜点 ，Thank you。OK， 你看这个冰淇淋的这个装修啊，还是挺好看的啊。这还是一个饼干 ，OK，Thank you。汉堡和薯条，先尝这个汉堡，这个头倒是挺大的啊，看着挺扎实的。它这个面包胚啊比较软的这种，然后生菜。沙拉酱，然后底下就是鸡块，吃了就 lucky， 吃了就幸运啊！有一说一啊，确实是好吃。它这是糖醋鸡肉，而且这个皮啊，你看非常的暄软，而且外边脆脆的，酱汁给的很多，值得一吃，不是徒有虚名，好吃好吃。再尝这个薯条啊，上面浇了非常多的酱汁。这杯子吃薯条也是有意思。我发现北海道这么冷啊，那这人啊特别爱吃冰淇淋，到哪都有好吃的冰淇淋。ロープウェイをご利用いただき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客様へご案内です。往復の乗車券をお持ちの方は。哎呀，这山顶上太冷了，趁天黑之前啊，咱要登上函馆山，这也是来到函馆啊必打卡的一个项目。现在有很多人啊在这等着干啥？看夜景。哇，这个夜景啊，可以说是日本3大夜景之一，非常的漂亮。咱也在这等着天黑啊，就是有点动人啊，美丽动人啊。